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看长空之王说演员王一博英气，胡军真爷们，但最帅的却并不是他们。说实话，中国空军题材的电影我看过不少，可以做到如数家珍。从81场的长空比翼，到北影厂的飞越天险，再到长影厂的长空雄鹰，再到女飞行员红鹰展翅等，都很励志。但真正最震撼人心的，还是得数目前正在热映的这部《长空之王》。当雷雨王一博饰演驾驶着战机翱翔在湛蓝的天空，俯瞰祖国大好河山时，我的心不由自主的豪情万丈。当试飞员在试飞的过程中遭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时，我的心又难以自控的提到嗓子眼。当战机终于试飞成功时，电影中的人很激动，银幕外的我们更激动。那是咱们中国自己的战机啊，那是咱们了不起的试飞员呐！那种由衷的自豪和感动，真是难以用文字来诉说。还有，当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这句台词出现的时候，我就怎么也绷不住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流。长空之王就是这样一部集燃点、泪点、爽点于一体的好影片。我觉得单看试飞和空战的镜头，就已经值回电影票价。因为很多以飞机视角拍出的天空和战机，真是美到窒息，又炫酷到无与伦比。那么，演员的表现又如何呢？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老戏骨演技沉稳，年轻演员多有惊喜。一、长空之王中老戏骨演技沉稳。在长空之王中汇聚了多位表演经验丰富的老戏骨，戏份虽不多，但却都呈现了强大的气场和沉稳的演技。比如田壮壮，他虽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执导过众多影片，然而他在表演方面却深得父亲田芳和母亲于兰的真传，那就是朴实自然。同时他能将内心深刻的体验，通过真诚的表演，准确的传递出来。他在片中扮演魏总工，为中国航空事业呕心沥血了一辈子，只为中国的战机能够一飞冲天。田壮壮在影片中呈现了非常生动细腻的表演，我感觉他连满头白发也全是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设计师，他的认真、严谨和坚持。而和胡军扮演的张挺打赌的那场戏，又让我们看到了他幽默、可爱、接地气的一面。总之人物非常鲜活饱满。扮演试飞局韩局长的郑晓宁，今年也62岁了。他15岁出道成为内蒙古话剧团的演员，19岁时便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视剧，随后40多年的时光，他在演艺圈努力打拼，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这次在《长空之王》中，他也呈现非常炸裂的演技。从他的演绎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韩局长的强大气场，同时更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代试飞员的精气神，看到了一名特级飞行员所应有的独特气质和风采。在应对空中特情那场戏里，郑晓宁在短短的30秒内，便转换了焦灼、担忧、痛心等多种完全不同的情绪，展示出了一名老戏骨的真正实力，令人叹服有加。还有扮演王副司令的王庆祥，他就是在电影《生死抉择》中扮演市长李高成的那位老演员，并凭借这一角色获得了第24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作为出现在长空之王中的一名空军中将，王庆祥呈现出了非凡气度。在为试飞员们做动员的那场戏里，他的神情是那么刚毅坚定，他的声音是那样掷地有声，具有气吞山河的气势。在长空之王中扮演雷雨母亲的演员名叫江洪波，曾在《阮玲玉》《钢铁年代》《芈月传》等影视剧中呈现过精湛演技。这次在电影中扮演王一博的母亲，她的表演十分投入，倾注了自己的真情实感。片中有一场重场戏，是父母劝阻儿子换一份工作，但雷雨却说我不得不飞。雷母听到这句话说，眼中的泪水簌簌滑落，将一个母亲那又理解又担忧，又欣喜又难过的复杂感受，全都体现了出来，展现了一位实力女演员的深厚功力。另外，扮演雷父的姚鲁，扮演张挺妻子江雨珍的赵子琪，以及程泰深、潘斌龙、金靖等演员，也都在影片中呈现了或感人肺腑，或令人忍俊不禁的表演。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胡军在影片中的炸裂表现。每次看到他，总会让人想起两个字，那就是爷们。这次也是一样，他的这次演绎，如果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神形兼备。张挺的人设是雷雨的前辈和领路人，但同时他更是每一个向死而生的试飞员的缩影。从他们成为试飞员的那天起，他们就把自己交给了国家，却唯独把遗憾留给了自己的家人，无法在父母床前尽孝，无法陪伴儿子成长，而且他所从事的职业还时时刻刻让妻子担心。最后，他在试飞的过程中，把生还的希望留给雷雨，而他自己却驾着飞机飞向远方。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爸妈、老婆、儿子，我爱你们。看到这里，哪个观众会不共情？胡军是个充满男性魅力的演员，哪怕他现在已经55岁了，然而硬朗的气质、热血的表现依然荷尔蒙爆棚。他收放自如的精彩演绎，可以说为张挺这个角色增色太多。尤其是带年轻一代试飞员去公墓那场戏，令多少观众泪流满面。有网友说他是长空之王中演的最好的男演员，这话不无道理。然而像王一博、于是、卜玉等这些青年演员，也同样有非常精彩的展现。2. 年轻演员多有惊喜。长空之王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同样是老戏骨为年轻演员保驾护航的班底。然而年轻演员们的表现，也同样没有令广大观众感到失望。客串扮演沈天然的周冬雨就不用说了，身为影后级别的演员，她在《山楂树之恋》《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等影片中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自己非凡的演技。而在《长空之王》中，她所扮演的沈天然，虽然出场次数有限，但他却同样呈现了富有层次和张力的表演，将角色的职业身份和坚定的信念都诠释得恰到好处。对于感情戏的演绎，他又展示出了收放自如的情绪控制力，和王一博的配合也称得上相得益彰。王一博这次还挺让人感到惊喜的，他的表演有了明显的进步，至少他呈现出了雷雨身上的不同特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成长变化。比如最初的雷雨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飞行小子，热情而自负，冲动且浮躁。王一博演出了雷雨的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然而在真正成为试飞员后，雷雨第一次试飞就因为极度危险而吓到认怂。
与同在机舱的队长张挺那临危不惧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一博又通过惊慌失措的表情，将雷雨性格中胆怯懦弱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可是，在一次次历练中，雷雨终究还是成长为了一名非常合格并富有担当的试飞员。他不仅掌握了过硬的技术，而且还拥有了过人的心理素质。所以在面对危险和困难时，他不再胆怯，而是像他的师傅张挺一样，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判断，完成着在很多人看来难以完成的任务。王一博将雷雨骨子里的坚韧不拔和勇猛顽强，全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他的帅气和英气逼人的脸庞，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过说到帅，我觉得扮演邓放的于适，在颜值上也很出众啊，一张俊脸，也很具有辨识度，身材也是一级棒。再看他的表演，自然、朴实、内敛，真情流露。他所扮演的邓放，是飞局中的另一位种子队员，天赋高，能力好，是雷雨争夺首席之位的强大对手。然而邓放却丝毫不在意荣誉积分，而是把测试心机当成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就算雷雨被领导所看好，得到了更多展示的机会，邓放也并不嫉妒他，反而甘愿陪在他的身边，做他的僚机。邓放所表现出的一个军人风范和顾全大局，令无数由衷叹服。而他与雷雨之间的战友之情，也不知令多少为之动容。而扮演邓放的于适，虽然并非是学表演出身，而且在此之前，也仅在《封神三部曲》中出演过姬发一角。然而他那充满男性魅力的脸庞，和他高大的身材，以及硬朗的气质，却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通过《长空之王》，我相信会有更多影迷能够记住于适的名字，并对他未来的演艺之路充满期待。咱们再来说说扮演试飞员小分队成员的其他几位帅哥演员。电影中有个桥段特别好笑，雷雨来到试飞基地报道，一个敷着面膜的帅小伙主动跟他打招呼：“你好，英俊。”雷雨以为对方夸自己，有些得意的回道谢谢，没想到对方却说我叫高英俊，雷雨当场社死。这个扮演高英俊的演员名叫卜玉，喜欢看春晚喜剧小品的朋友应该对他比较熟悉，因为似乎但凡有贾玲出演的舞台，都会有他的身影出现。他的表演自然、幽默，分寸拿捏得当，举手投足之间，自有一种谐谑的感觉。在《长空之王》中，卜玉延续了自己的表演风格，使得他所扮演的高英俊成为了片中的搞笑担当。扮演夏鹏飞的狄宇佳，扮演同感的王子晨，扮演李小航的卢鑫和扮演贾胜利的曲哲明等，也都是如假包换的大帅哥。其中狄宇佳在《完美伴侣》中所扮演的韩东硕，王子晨在《巅峰营救》中所扮演的高磊，卢鑫在《热带往事》中所扮演的影子杀手，曲哲明在《乔家的儿女》中所扮演的王一丁，和在《欢乐颂4》中所扮演的郭生阳等，都是那么令人难忘。他们在《长空之王》中也都呈现了各种精彩的演绎，给自己的表演生涯增添了亮丽的一笔。看这部电影，很多观众都说是帅哥如林，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然而我觉得其中最帅，绝对不是他们，而是出现在影片中的歼20的身影。我相信有众多军事迷都是冲着歼20才来追看这部《长空之王》的吧。我觉得他才是这部电影中最闪亮的明星啊！各位看他多帅啊！
灵巧的机身宛如游龙，流畅的线条如虎添翼，雄霸的英姿威猛无比。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国之重器的诞生过程，同时更让我们明白了歼20对我国制空权争夺的重大意义。所以，其实影片中最好看的部分是试飞员驾驶战斗机在蓝天中翱翔和刺破长空的桥段，场面都无比宏大，而且视觉效果很燃很炸裂。尤其是结尾处，歼20与敌机的空中缠斗，那效果简直惊艳到令人瞠目结舌。我觉得，就算让我花2个小时在电影院一直看战斗机空战，我也觉得十分过瘾。影片的彩蛋，导演特别用心，剪辑了一组试飞员在牺牲前与地面最后通话的录音。每个人都没有什么豪言壮语，而是语气都很平静。然而那些简单的话语，却让我们泪如泉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才是最闪亮的偶像和明星。正因为他们的负重前行，才换来了我们的家国平安、幸福安宁。所以，看完电影，我觉得我们应该将所有的掌声都送给他们，同时向所有的试飞英雄和兢兢业业的工程师们致敬。愿歼20穿越云海，护万里山河。愿试飞员每一次飞行都起落平安。愿中国空军鹰击长空，勇往直前，所向披靡。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